嘿，我今天整了个好东西啊，弹链供弹的机箱。人呢？我拉屎呢，便秘了。你怎么还没好啊？上个星期不是让你买香蕉了吗？买了，不好使。不能吧？哎，这楼底下卖的那个海南大香蕉，我之前也有一次是便秘啊，我吃了一个就好了。啊？吃啊？春节前我在上网冲浪的时候看到一个短视频啊，就是一个女孩在玩那个弹链供弹的软弹玩具枪，就是勃朗宁的 M2 机箱嘛。虽然看着有点缩比啊，但是没有飞轮的噪音，是一个电钢系统。然后我一查，果然又是尖峰出了玩具，特别有意思。弹链供弹的全自动软弹 M2 老干妈，谁知道他们春节放假不发货一直拖到上个星期才给我发过来。这套 M2 软弹枪是尖峰和中传文创联合出品的玩具，包装盒正面非常直白地写上了 M2 老干妈，下面还有非常经典的首字一体啊！我一直很好奇这个功能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咱们一会儿拆开仔细研究一下。150块钱，你别说这个配件还挺丰富的，塑料的火车头瞄具、握把、手电、激光消音器一套都给你配全乎了。把蓝色的塑料枪管拧到机匣上，插上握把，主体就装好了。发射器是弹链供弹，塑料弹链从右侧插进去就可以卡住。然后原厂还可以单独买一个脚架的附件，也是塑料的，可调节的角度非常小，伸出来以后成年人只能坐着玩，看着就很廉价。但是呢，弹链供弹的老干妈你不用脚架，玩起来又很麻烦，所以建议还是捎带买一个。这只 M2 的定位就是6岁以上的儿童玩具啊，所以不管材质也好，涂装也好，咱们也别用仿真模型的标准来给它挑刺了。今天咱们都是儿童，图一乐就得了。发射器的长度大概是90厘米，算下来差不多是勃朗宁 M2 1/2的尺寸，应该能想象到.50口径的老干妈真家伙到底有多大了。两片壳的结构基本上所有零件都是塑料，不装任何配件的话，本体只有900多克，非常轻啊，小朋友一只手就可以拎得动。虽然是儿童玩具，这只 M2 发射器多少也做了一点细节。方形机匣侧面可以看到假的垃圾瓶轨道和铆钉，前面还有开着原动的枪管护套，顶上的罩门可以折叠，还有一个塑料提把，其他就没啥可动部件了，全部都是两片壳模具印出来的。反正就是大致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啊。至于细节啊、比例啊这些问题就别太深究了。不过这只玩具倒还真的还原了老干妈经典的地形握把和拨片式扳机啊，通过杠杆触发微动开关。这个地形握把握起来确实有老干妈那味儿了。左侧有个可以选择电动和手动的档位拨杆，其实就是一个电路开关啊，拨到手动就断电了。电池仓在屁股底下，推开盖子就能看到接口。原厂给的7.4伏电池竟然是充放一体的接口，而且容量也挺尴尬的，尤其是这个鹰尖型号的接口，看得人血压都上来了。我直接给它换成小天宫接口，这样就能用自己的11.1伏电池了。前面半透明的枪管没有内管，所以虽然看着很长，基本上只有装饰的作用。而且为了防止气量不够打不出去啊，管子上还开了几个小洞。消音器和火帽都是直插的，可以单独拆开。发射器当然没法像真的 M2 RGB 那样打开机匣装弹，侧面的橙色供弹口是让你直接把弹链塞进去的。弹链要从右边装填，拨弹片会卡住弹链，防止它脱落。蓝色半透明的塑料弹链是卡扣式结构，比海绵弹稍微短一点。这个弹链的卡扣可以说是集成了可散弹链和不可散弹链各自的优点，既可以像可散弹链一样自由组合延长，也能像不可散弹链一样快速回收装填。建议各个武器公司马上派考察团到尖峰玩具厂来学习先进的设计经验。有点遗憾的是，尖峰没有给发射器设计弹箱，如果能把这个弹链放进配套的弹箱里啊，肯定更有味道。当然，这个卡扣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它可以弯折的角度比较小，如果折起来呢，很容易脱落。玩的时候可以考虑配一个供弹手。
拖着，拖着。套件里有一个黄色的塑料转盘，可以卡在侧面，这个就是手自一体里边那个手动的零件。装上去以后，顺时针摇就可以手动激发了。好家伙，这直接从勃朗宁变身成手摇加特林了。但是因为发射器很轻，脚架也不是很稳啊，摇着晃来晃去的。这东西跟电瓶车的脚蹬子差不多，半路没电我也宁愿推着走，没见过有人蹬的，太费劲了。作为一款电缸发射器啊，尖峰的这只老干妈刚好用弹链供弹，避开了传统 AEG 结构波箱的供弹问题。因为类 AEG 波箱都是为球形弹丸设计的，在工作的时候呢，靠天梯带动推嘴，把球形弹丸从3通推到枪管里面。一般的推嘴行程非常短啊，没有办法带动这么长的这个海绵软弹。那如果改用弹链供弹的话，就完全避免了这个问题。这个弹链啊，就实际上是作为弹壳来使用的，海绵弹是直接从弹壳里面发射出去，不再需要推到枪管里面这个步骤。这个弹链的结构也是专门用来适配这个系统的。如果你手上没有弹链的话，也就相当于缺少了弹膛啊，这个推嘴就直接暴露在外面了，没有办法形成气密，这时候不管有电没电都打不出去。2片壳的结构，拧掉螺丝就能打开机匣，看看尖峰这个葫芦里面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这套波箱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啊。首先从布局上来看，这算是一款直列波箱，用的是跟四驱车一样的130电机。正好我手上还有一台珍藏多年的巨无霸，我甚至产生了把巨无霸的高转马达给它换上的冲动。不过想了想呢，提升那点射速也没啥意义，齿轮也未必受得住。塑料齿轮组和 AEG 波箱结构差不多，但是在前面还有一个额外的手动齿轮，这也是它可以实现手自一体的秘密啊。拧这个齿轮就可以直接拉动天梯，手动发射。气缸尺寸非常迷你啊，气量肯定是很可怜了，也别动什么心思去升级了，这点气量还不如个屁劲大。开头用的是个皮碗，气密度还行。然后供弹的拨弹杆通过轨道做了个转向，天梯向后退的时候，拨弹杆会向左移动，把弹链拉进去。整个波箱的结构非常紧凑啊，也难怪尖峰用这套波箱一口气出了3款弹链供弹的发射器。对原厂的性能不要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啊，初速刚过2位数，这个抛物线能打5-6米就不错了，毕竟是给小朋友玩的，性能太强了容易引起家庭矛盾。因为是电缸结构，没有飞轮噪音的全自动软弹，打起来还是蛮过瘾的。只是用7.4伏电池，射速实在有点慢，这个射速好像瞬间回到了上工时代，感觉我手摇快点的话，跟这个射速也差不了多少。好在我已经改了接口啊，上11.1伏电池就爽多了。本来便秘了，现在直接拉稀。不过这个射速原厂给的10几发弹链压根不够用，1秒就没了。当然这种情况我是早就预料到了，所以我又买了200发弹链和棋盘弹，只需要把弹链一节一节给装起来，就可以一次性撸个爽了。对，光有弹链不行啊，还得把海绵弹给塞进去。太爽了，操！尖峰一直属于那种剑走偏锋的研发思路，最早有一款儿童向的抛壳 98K 玩具就是尖峰出的，
当时还火了一阵子。这只老干妈从各种角度来看，其实都是一套纯儿童向的玩具啊，但是结构真的非常有意思，特别好玩。之前国外的 Nerf 品牌像 Double Zone 之类的也出过类似的锻炼功能的飞轮发射器，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这种电动气缸然后锻炼功能的结构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就抛开它本身用料材质很廉价这些问题呢，这个设计真的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只要150块钱，玩起来非常过瘾。如果你也对这只老干妈的结构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别忘了给我投5分香蕉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